这都是当时那移民过来人他们留下的一些物品吧。上面还有照片。你看这一幅图，这应该是非常的不欢迎中国人或者说是亚洲人吧。一拳把清朝时代的一个人好像打在他的脸上，这辫子都被打飞了。旁边这里也是塑造成的一种挺怪异的造型。前面的这栋建筑就是岛上的一座医院了。See? Is that the Golden Bridge? Yeah. Okay. 现在我在旧金山湾，刚才呢乘坐这个船已经来到了这座天使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围着这座天使岛一块来一次环岛的骑行。走，这一路骑自行车的人还不少。这座天使岛现在是一个旅游观光、徒步骑行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。可是，在几十或者说是100多年以前呢，这里可是让人噩梦开始的地方。因为曾经的这座岛它是一个移民的中转站，也就是所有移民到美国来的人呢，首先就要先停留在这里，然后进行各种筛选，合格的呢才能留在这里。而当时在这个天使岛上面呢，又对很多的日本人、中国人非常的不友好，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以后呢，大多数情况下就会被拘押或者说是扣留在这里，长达数月的时间。你看周围有一些建筑就是当年呢仍然遗留在这里的。你看，这些就是当年被拘押、被监禁的人呢，他们的一些生活了，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小屋里面。
这里面就像是一个监狱一样，不过它还有医院啊、食堂这样的一些地方，四周都是这种铁网。昏暗的小黑屋，这里面是一个大通间。哇哦，这里还有很多的人捐献的一些美金。这就是当年啊被拘禁的那些人，他们的床看上去啊非常的窄，比那个宿舍的床啊都还要小，而且每个人的间距呢，几乎可以说是只有1掌之宽。底下这里还有他们曾经的那些箱子，那地方还有个竹篓。在看似平淡的一个房间里面啊，它的墙壁上面呢却刻满了文字，很多的文字啊都已经风化，看不太清楚了。不过底下这里有一个木板，上面呢有一个访客的，写上了“木屋居留几十天，所因莫裂至千年。可惜英雄无用武，只听音来侧主编。”当年呢，曾经移民过来的那些人，他们被拘留在这里的时候，动辄几个月的时间啊，那种辛酸、痛苦与无奈，可能是无人能体会得到的。从这些文字啊，都能看得出对家乡的思念，或者说是有一种荡气回肠。比如说“可惜英雄无用武”，在这样的地方啊，真是让人会产生一种绝望。一种恐惧，因为来到这里的华人啊，他们会被定义为一种莫须有的罪名，比如说没有合法的文件啊，品德不佳、激进分子、文盲，或者说是可能会成为公共负担的人。这里还有一个大皮箱，这都是当时啊那移民过来人他们留下的一些物品吧，上面还有照片。上面是卫生间，有一个洗手池，木质的楼梯，昏暗的楼梯下是无法忘记的一些记忆吧。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面啊，唯独只有这一面墙呢是打上了一些灯光。不过从这一些文字不难发现的是，这应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真迹了吧？你看，木屋居留几十天，所因莫裂至千年。可惜英雄无用武，只听音来侧主编。旁边这应该是连着读的。从今远别此楼中，各位乡君众欢同。莫道其间皆稀事，色尘玉妾便如龙。从这里都能看得出啊，这个人当年一定在这里啊，非常的痛苦。从另外一方面呢，也不难发现的是，这个人他一定是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而且有一些文学的修养。这房间里面啊，给我的感觉呢，除了昏暗以外，就是非常的冰冷。每一个窗户啊，
它都有这种铁网。上面又是一个洗漱台。这是另外一面的大通间，上面有很多的自己的私人的物品吧，像有包啊，这是什么？一些个人的随身物品。这里还有女士的一些衣服。这边应该是女士的房间吧？你看这地上还有一些照片，还有小孩的。上面，它的男女房间应该是分开的。这里还有挺可爱的一些小公仔，还有雨伞。这么窄的地方，哇，非常的压抑啊，人都没法坐起来。即便是千金小姐啊，来到这里以后，也是住在像监狱一样的地方。你这边还晾了一些衣服，这是日本人吧？这边还有非洲的，还有中国的。这妇女和她的丈夫来到这里以后就被分开了，男的住一边，女的住一边。这应该都是中国的了，还有镜子啊，香油，这帽子。不管是谁啊，来到这里以后，就只能先被关押在这里。男女分开，一家人好不容易来到了美国，却被关押在这里，而且是分开的。日式的和服，上面住在上面的还稍微好一点，至少可以坐起来，而住在底下的话，连整个人啊都没法坐起来。这还有一个老式的一个盒子，非常的古老。从这里啊看得到很多中国的一些元素啊，你看这里，小脚鞋，看过吗？纸伞，上面的衣服，这么窄的地方，哇，这行动啊都很艰难。这里还有小女孩的，木屐，这是当时的灯，就这种昏暗的小灯泡。你看这里堆了很多箱子，还有一些书。
这椅子啊，还有一个很长的桌子。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啊，那些人来到这里以后，有些人可能不会说英文，所以在这里学着英文。昏暗的房子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这一个取暖的东西，是不是挺有趣的？针线盒有点像是一个，什么剪刀，还有一些工具。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早餐，有饼干、水果，这边还是咖啡，吃的还不错。但是你想，当时啊，住在这样的一个像监狱一样的地方，即便有吃的，那能吃好，能住好吗？自己的家人都已经分开了。而且在这样的阴冷的环境底下，自己看不到明天，看不到希望，看到的只有一种绝望，或者说是像牢笼一样的这种监狱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这是一个讲解室。这里应该是一个食堂吧？你看，在这个桌子上面啊，还有一些餐具。这曾经这个食堂里面的样子。餐盘，看上去好像是1、2、3、4、5菜一饭。这水龙头都已经锈浊了。这个天使岛啊，
它从1910年开始使用了以后呢，主要就是关押非法进入美国的这些华人吧。所以在后来的大概30年的时间里面啊，曾经有17.5万名中国人啊被收押在这个岛屿上面。所以这个岛啊也被很多人称为地狱之门。因为这里有一口古钟啊，上面写上了 U.S. Immigration Station Angel Island 1910年的时候，那这个钟呢也是象征着自由与和平。那底下这里是可以敲响的，那我们也让这个自由与和平啊，能让每一个地方呢都能同在吧。前面的这个建筑啊，它是一座医院。那这座医院呢，在1战以前好像就已经有了，当时主要是用作于移民的检疫站吧，还有医治啊那些被拘留的外来的人。而到了2战的时候啊，这整个天使岛呢就被美军征用了啊，关押和中转那些日本啊、德国的战俘吧。而到了2战以后呢，这里便慢慢的废弃了，连周围的窗户和门啊都已经没有了。而有一些窗户呢，是被木板给钉住的。他把这个阶梯啊，已经都拆掉了，上面是木质的。楼梯都是被拆掉的，走，看一下里面。哇，这是医院的内部了。有一些涂鸦。都是涂鸦。你看这蜘蛛网，哎，哇，这房间里面特别的黑。稍等，我开亮一点。你看，这么黑的房间里面啊，还涂上了这种深色的一些油漆，就变得更黑了。看这里面，稍等，我拿一下那个手机，而且没有带电筒啊。哇，特别的黑，看这里面是什么？乱七八糟的一些建筑，黑得一塌糊涂。走，从那边去看一下。
有点像是那种卫生间啊，过了一层又一层。它是一个3层高的建筑，上面全部都是木质的。进来以后是一个大厅，不过这些墙啊，很多都已经被推掉了，只有中间的这种承重墙啊，还依然保留着。这个阶梯啊，是从这里断掉的，不过显然是被敲断的。你看，一直到那个地方都还有。不过我感觉啊，你看上面的阶梯呢，还有铁网的防护，看上去啊，应该是比较的危险了。也不知道这个2层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上2楼的阶梯都已经被破坏了。沙泥地。连这一片啊，全部都是军事用地。这是一个教堂，不过现在锁上的，时间是1942年 closed。风景看上去是不是还蛮不错的？对面呢就是三藩市了。而这个天使岛啊，最早的时候这个部队呢，也就是在那个移民拘留所之后呢修建的，距今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不过现在很多的建筑啊，全部都是封闭上的，没法进去，因为已经变成危房了吧。不过
我觉得还是能看到一些古老的历史吧。那有机会呢，我觉得不妨来到这一座岛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些历史。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，要早上差不多10点钟左右吧，坐它的第一艘这个菲尔伦渡到达这个岛。因为如果再往后的话，可能时间就不够了。下午差不多3点钟它就会返航。好吧，那这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现在呢在三藩市的这个天使岛。那我的旅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